GTP 4.0这一波更新可以说是王炸了，别的咱不说，最有意思的当属 GPT-S 了。它允许用户呢根据特定的需求创建属于自己的 ChatGPT 版本，也有人把它叫做自己的 GPT 分身。这个功能的推出呢，可以说解决了2大问题。第一，我们此前要使用某种功能的时候，都需要通过非常长的提示词跟它聊半天才能进入到正题。现在呢，我们就不需要了，我们可以根据你要实现的功能一次性配置好，免去了每次当场训练的麻烦。第二呢，它有超级有用的本地化部署能力。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进行配置的时候，除了可以借助大模型已有的训练语料之外呢，你也可以上传自己的独家资料。这种资料可以说是一组期刊论文，也可以说是某种技术材料，或者是行业的信息。当大模型和你的本地资料结合起来的时候，威力会被进一步的放大。例如，你可以给自己搭建一个法律顾问、理论匹配专家、理财专家、博士生导师、论文外审专家、时间管理专家等等。这个模式的复杂就在于搭建分身时的配置阶段，你还是需要做比较深入和细致的沟通。我将这个模式的使用总结为5步：方向、配置、投喂、使用，再加上迭代。以下呢，我们以一个超级理论家分身的搭建和使用为例，来做一个基本的演示。作为一个实操的演示，我们可以看到新版的 GPT 的界面啊，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点击来选择之后呢，这个地方有 3.5F 4.0， 同时呢这有一个 Explore。那我们说的这个 GPT-S 呢，就在这个 Explore 当中，你可以在这儿点加号，你就可以建立一个属于你自己的 GPT-S。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今年有2个，一个是聚焦于理论匹配的超级理论家，另外一个呢是聚焦于方法设计的 scholarly methodologist。当然，大家可以看到左侧这个地方，为什么在左侧的这个任务栏会出现呢？因为我把这一个公开化了，而这个是我自己私密使用的，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在这边看到。那如果说你想自己用的话，你就不用把它公开。但如果你希望你创作的这个分身能够被别的研究者学有所使用的话，你就可以进行公开。好，那我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分身，那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分身的使用界面。你可以在这儿输入一段提示词呢，它就会自动帮你产出一个结果。好，那我们也可以对这个分身来进行一定的编辑。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用一个倒叙的视角比方说，假设你没有的时候，你就在这儿编辑 edit GPT。好，假设我从0开始那我们能够看到一个界面是这样的，它有3个不同的部分，一个是 create， 其实就跟我们和 GPT 正常交流是一样的，你可以跟它去讨论。比方说，你可以告诉他我现在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分身，要求是什么样的，是否有资料的投喂等等。你在这一边整个的这个跟他沟通的过程呢，它就会自动在configure 这个位置呢帮你去整合。例如我们命名叫超级理论家，有一个概述。这个 instruction 怎么来的？这个 instruction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边呢讲到了我这样的一个 scholarly insight 它把它命名成英文这样一个东西要干什么要包括哪些具体的结构。比方说你要有一个理论的这 theory introduction 理论的介绍，你要有一个 definition of key concepts 你要有一个这个核心概念的界定，你还有一个 preset theoretical framework 你要有这个理论框架这样的一个预设，你还要有什么theoretical structure diagram 理论框架结构图，对吧？还包括呢你要有 reference citation。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根据我跟他聊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总结和提炼出来的，还包括他提出的一些限制性的条件以及一些 guideline 等等这些东西，以及一些细化的。你每一次跟他聊的内容呢，他认为有用的这种流程性的节点性的，他都会在这儿给你呈现出来。包括其实我也投喂了一个本地化部署的一个人工社会科学常识100个理论。因为我们知道呢，其实对于 GPT 来说，它的这个大语料呢永远是不全的，有一些小语料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本地化的方式给它投喂之后呢，也就意味着当我们在这个分身的前端去问它问题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同时启动它的大模型以及我们给它投喂的资料整合起来给你做一个特别好的回答。那这是我们配置的时候。那我们配置其实有2种方式，一种是你在 create 的这个栏里边，你跟它去交流，它自己会总结到 configure 这个位置。当然你也可以反过来，你可以直接把你的 instructions 直接投喂写到这个位置也可以所以这是从左到右和从右到左的设定方式都可以。当然从右到左的方式，如果我在这个配置里边直接粘贴我的 instructions， 它会非常明确。而如果在这个地方跟他聊天的方式，那他会用他理解的方式把这个
instruction 给你提炼出来。但是还有一个不同就是，如果你在这儿用中文的话，这地方可以直接呈现中文；但是你在这里如果用英文跟它交流的话，它依然会用英文的方式啊。你在这儿用中文跟它交流的话，它依然会用英文的方式给你总结出来。当然，结果有没有差异，可能还是有差异的，这个大家可以去试一下。那在右侧这个地方呢 ，GPT 把它叫做 Playground， 其实呢这个地方叫 Preview。Preview 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设定了一版，对吧？我在这儿可以发出一段提示词，来看一下这个超级理论家这样一个帮研究者来匹配和发展理论以及这个预设理论框架这样一个分身，它的效果怎么样？你在这儿试验，如果效果不好，对吧？或者某一个地方觉得不足，你可以在 Create 这个阶段呢继续跟他聊啊，你可以告诉他，我希望在哪个地方来进行整合，对吧？聊完之后呢，它就会自动整合到这个配置当中来。好，那这我们都弄完之后，对吧？在地方有个 update， 你改完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例如点 public， 然后直接 confirm， 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你进行了一版更新，而且你把你这个更新的超级理论家这样一个 GPT 的分身呢，发给了整个学术界啊。这个时候呢 confirm 之后呢，你就可以把你这个东西怎么样啊？直接把这个链接，这地方有一个链接复制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个链接发给任何一个其他的用户，只要他拥有 ChatGPT 4.0 的账号，他就可以打开来使用啊。我预计未来的话 GPTs 会呈现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试一试玩玩，非常的有意思。那这就是这讲的主要内容。我是平哥，关注我，带你走进学术的 AI 世界。